临产当天，丈夫抛下我去为白月光庆生，我半夜羊水破裂，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丈夫，直到天亮，他才接起电话。小雅还在睡觉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摸着空荡荡的肚子，平静地回复：来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以后没人无理取闹了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在分娩时意外出现大出血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让家属签字。护士给周琦打了10几个电话，都被无情地挂断。好在最后一通他接了，我像是看到了希望，迫不及待地说道：老公，你在哪？大概是因为凝血功能障碍，现在医院下了紧急手术通知书，需要你来签语。你在哪？我好害怕呀，因为疼得满头大汗，声音极为微弱。可对面周琦的语气还是一贯的不耐烦，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叶珊珊，就生个孩子而已，你怎么就那么矫情？事那么多，非要我来签字？都在医院了，你又在闹什么？难受就找医生，我是能帮你治病吗？你不知道今天是小雅的生日，她还在睡觉，你是想将她吵醒是吗？我求你了，别无理取闹了好不好？在电话挂断之前，我听到了江秋雅的声音：周琦，你怎么不躺床上？江秋雅的媚笑声让这开了免提的声音在诊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不行，你就让你爸妈过来签，别来烦我。他说完无情地挂了电话，一股凉意席卷全身，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他忘了吗？为了嫁给他，我早就和父母决裂了，我爸妈也不认我这个女儿了。我去找谁签字？感受到小腹传来的阵阵痛感，我的心冷了几分。在他眼里，哪怕自己和腹中的孩子加起来，也抵不过沈柔的一根头发丝。撕裂般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嘶了一声。医生，确认书给我吧，我自己签。在麻药的作用下，我很快就昏了过去。再醒来，我躺在医院里，孩子没了，我的身边也空无一人。医生说是个女孩，是我梦寐以求的小公主，就连家里的婴儿房都是粉色系的。可如今，摸着空荡荡的肚子，我的眼泪无声落下。打开手机，看到却是周琦发来的警告信息：没事别给我打电话，听到了没有？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打下几个字发过去，页面上立马跳出一个猩红色刺眼的感叹号。周琦把我拉黑了。正当我要熄灭屏幕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我以为是周琦，然而却是江秋雅发的一条朋友圈，是一张周琦穿着围裙做饭的照片。江秋雅说，他这几天都跟我在一起呢，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他的字里行间都透着喜悦和炫耀的味道，像是一把利刃刺进了我的心，将其扎得千疮百孔。我一个人在医院经历了生死，等来的却是他的删除拉黑和他白月光发的朋友圈。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，起身收拾东西回了家。回家的时候，周琦并没有在，直到第3天的深夜，他才回来。一回来就将我从睡梦中喊醒，见我脸色苍白，他抿唇：我饿了，起来给我煮碗面。我没有答话，卷起被子侧身睡去。周琦不悦地将公文包一丢：你在跟我闹哪门子脾气？娶了你这样的女人，真是倒霉。说完，他摔门离去。我心中涌起一股酸涩，但还是忍住没有理会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会每天7点起床，给周琦熨好衣服，做好饭，就算是孕期他也是如此。然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，那天却在给江秋雅做饭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没必要上赶着伺候。可等我起床下楼的时候，周琦竟然自己做好了早饭，
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自顾自地吃着粥，没有抬头。你那天去产检，孩子应该没有事吧？我知道你生小雅的气，但没必要这么无理取闹，说你在生孩子。我们孩子明明还有半月才足月。周琦从身后拿出一个礼品盒，诺给你，别生气了。说到一半，他抬头看我，愣住了。你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给谁看？孩子虽然没了，但我的肚子还没消下去，看上去跟还着怀孕没什么区别，所以周琦并未察觉。看着那礼盒，我心里一阵寒意，这是他哄人的惯用招数，而先前的我最吃这一套。但现在迟来的礼物我不想要了，迟来的关心与爱我也不想要。我没有开口，目光冷冷地盯着周琦，想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察觉到孩子没了的事。但很显然，我的态度又惹怒了他。砰！他用力一扫，将礼品盒扫在了地上。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？我都放下身段了，还不够吗？别给脸不要脸了。周琦，别生气了。突然插入的女声让我一愣，她正怒火中烧地瞪着我，而她的身后赫然站着江秋雅，穿着睡衣，睡眼惺忪地从客房里走出来。周琦竟然将江秋雅带回了家，难怪破天荒地起来做早饭，原来是服务的事另有其人。看到我盯着他连忙拢紧吊带睡衣，怕胸前的风光走漏，自顾自地解释道：珊珊姐，你别误会，我昨晚喝醉了，没带家里的钥匙，周琦才将我带回来的。你别……我打断讲江秋雅的话，面无表情道：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既然睡醒了，那就赶紧走吧。不过一句话而已。他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，竟然差点哭出来。珊珊姐，你真的别误会，我跟周琦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。就算我的心里对他还有感情，但他现在已经和你结婚了，我自然也不会破坏你们的感情的。如果我的存在让你感到困扰，我愿意退出，去国外。江秋雅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泪水，似是而非道：话术十分高超，我不过才说了一句话而已，他就能牵扯出一堆，让周琦对我的怨气加重了不少。他迫不及待地维护道：你整天摆脸色给谁看呢？小雅好心好意跟你解释，你怎么跟她说话的？你马上跟小雅道歉。从前面对周琦的指责，我是害怕的，因为在乎他，所以害怕他会对我失望。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。我嗤笑道：我摆脸色，我是拦着不让你们见面了，还是拿扫把赶他出去了？好啊，他既然那么想待在这，那就待着，我走总行了吧。我漠视的表情可能刺激到了周琦，错身而过时，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叶珊珊，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让你道歉，你放手。他的手劲儿很大，拽得我手疼。我用尽全力想要甩开都甩不开，却被他用力灌在了地上，肚子撞到了桌角，一片剧痛。可周琦没有在意，他恶狠狠地冲我喊道：早知道你这么不可理喻，我当初就不该娶你。我扶着墙想要站起来，结果却没走2步就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了沙发上，周琦脸色阴沉地坐在我身边。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见我醒来，他开口便是质问：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闹那一出，把小雅都吓哭了？我回过神来，看着面前的这对男女，心里一阵酸楚。周琦，珊珊姐刚醒来，你不要这么跟她说话，她这么做也是因为在乎你啊。江秋雅满嘴的茶言茶语，我懒得理会。看着窗外飞过的鸟，我笑了笑：我们离婚吧。周琦眉头紧皱，猛地拉起我的手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
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。他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：“你就非要跟小雅争个输赢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心很累啊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家庭主妇离了婚能干嘛？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能去哪？”我没有回话，艰难地支起身体，想要回房间。叶珊珊，周琦怒吼道，声音响彻整个楼层。我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因愤怒而怒抱青筋的男人，好像突然不认识了。以前他从未这样吼过我，即使我多次惹祸，他也只是摸着我的额头对我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但现在江秋雅出现后，不过短短几个月，他的温柔就都给了江秋雅，衬得我像是不要脸、只会撒泼打滚的泼妇。是，我是家庭主妇，我是一无是处。他江秋雅不是精致的都市丽人吗？他优秀，他厉害，那你我不要了，让给他了好吗？这样够了吗？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歇斯底里地喊道。我的动静引来了刚休完假保姆刘姨的注意，她是唯一一个知道孩子没了的人。她看到我连忙凑上来：“太太，你现在不易动气，她身体能有什么问题？她怀个孕而已，能有多金贵？”周琦打断了刘姨的话，死死地盯着我说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：“怀孕？呵呵。孩子早在你去陪江秋雅过生日那天就没了。”周琦将手中的水杯用力地摔在地上。“叶珊珊，你是找不到别的理由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，诅咒自己的亲生孩子？你之前怎么无理取闹我都认了，你怎么可以用孩子当借口，被自己深爱的人这样恶意揣测，简直比针扎在身上还痛苦。以前我总是自欺欺人，现在看来，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。孩子的离开令我知道是时候该醒了。我忍住心中密密麻麻的刺痛，低声解释道：“你还知道那是亲生孩子啊？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，你在哪？周琦，我好难受。”江秋雅突然捂着嘴巴做呕吐状，打断了我还没说完的话。“小雅，你怎么了？”周琦大步跨向江秋雅，将她抱在了怀里，奔向了车库。到了门口，还恶狠狠地瞥了我一眼。我看着他匆忙的背影，还有刘姨略带心疼的眼神，眼泪涌了出来。我和周琦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，那时候我是伴娘，在别人婚闹为难我的时候，他立马站出来帮我解围，缓解尴尬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，以至于我一直觉得周琦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后来在一起，他想创业，我拿出全部积蓄支持。他需要一个贤内助，我就辞职照顾他。我们一步步从廉租房搬到了中心别墅，从电动车换成了豪车。他功成名就，对我的爱一如既往。我们也曾是圈子里的一段佳话。和他结婚8年，一直都没有怀孕。医生说我的体质比较特殊，不容易受孕，恐怕这辈子都不容易有小孩。这期间，为了要孩子，我吃了很多药，打了很多针，从国内看到国外，情况一直没有好转。周琦也一直很体谅我，他总是安慰我说，有没有孩子都没关系，两个人一样能过得很好。能有这样包容理解的老公，我觉得很幸运。可他对我越好，我就对他越抱有亏欠，求子的心很急切。但在经历了几年的辛苦备孕后，慢慢的我也就明白了，越想抓住的越抓不住，到最后索性就放弃了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怀孕，孩子的到来让我惊喜到极致。周琦应该是最高兴的那个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他连发了好几个朋友圈，每一次产检他都没有错过。半夜我想吃东西，不管多晚，他都会立马爬起来去给我买，对我呵护备至。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
江秋雅回国入职了她的公司，逐渐打破了我们和谐美好的表面。她是周琦的学妹，更是他的初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当时抛下他远赴国外的江秋雅，远比我这个孕妇要重要的多。周琦在我面前提到江秋雅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和我说的话却越来越少。他开始越来越晚回家。从前他说我在家操持家务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可现在他开始嫌弃我，说我在家里关太久了，跟社会脱节，已经完全沟通不了了。就连陪我产检也会因为江秋雅的电话中途离开。我第一次生出想要阻止他的心理，当时我伸出手抓住了他，可他还是没有为我停留，甚至不会像以前那样耐心地安抚和说服我，有的只是一句轻飘飘又冷淡的怪罪：叶珊珊，不要在这种事情上面无理取闹。我的隐忍懂事没有换来他的怜惜，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寸进尺，以至于孩子没了，他都不知道。这段错付的婚姻终究是到了尽头。周琦走后，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回家，而我则是一心忙着和律师商量财产分割的细节。在看详条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周琦竟然破天荒地给我发了消息：公司有急事，快点过来。公司毕竟涉及夫妻财产，要是有事我能分到的利益就少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收拾了一下，起身赶过去。但一进门我就知道我被耍了。前台的几个小姑娘正嬉笑着跟江秋雅说话：秋雅姐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只要周总一个消息，她就会像哈巴狗一样颠颠地跑过来。江秋雅笑得乱坠，却还要装作刚看到我一样迎上来：珊珊姐，你是来找周琦的吗？可是他现在在忙，没有时间见外人。他特意加重了外人这2个字。如今在所有人眼中，江秋雅才是那个女主人，而我这个不受待见的黄脸婆只是个外人。我懒得与他们多费口舌，正准备给周琦打电话，刚好看到他走了过来。他见到我很惊讶，但随即立马皱起了眉头：你来这干嘛？之前我每次来找他，给他送饭，他都觉得我给他丢人了。虽然面上装作很开心很受用，但我还是能看出他隐藏在情绪下的那抹不耐烦，只是先前我自欺欺人，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我还没说什么，江秋雅先一步哭诉：珊珊姐不知道怎么了，一来就大吵大闹，说我勾引你。叶珊珊听到江秋雅受委屈，周琦的脸立马冷了下来：你笨你丑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你整天疑神疑鬼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你知不知道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这样不利于胎教。我看你这种热根本就不配为人母。随后他又叹了口气：真后悔和你在一起。周围的几个小姑娘捂嘴笑了。江秋雅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看着我，但是很奇怪，除了那句你不配为人母深深刺痛了我，其他的我心里没有任何感觉。又或许我早就知道了周琦会这么说，毕竟现在的他喜欢将我踩在脚下狠狠碾压，他想逼我发怒和他争执，然后再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，嘲笑我歇斯底里的模样。可是这一次我不想如他所愿了，那就不要勉强了。我已经和律师商量离婚事宜了，等具体的离婚协议出来，我们就去办理离婚吧。见我不哭不闹，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就又恢复了正常，双手抱臂，一脸嘲讽地看着我：黔驴技穷了吧？除了这招你会干什么？随后又往我肚子瞄了一眼：想离世吗？孩子归我，你爱咋咋地。说完搂着江秋雅进了办公室。他料定我不会离开他，
所以才敢这么肆意的侮辱我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前台的那几个女生还在笑话我，但我丝毫不在意。在我回家的路上，律师将整理好的离婚协议发给了我，程序里清楚。我回家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和重要证件，然后给周琦打了电话。这次他接听得很快。离婚协议我就放在主卧的床头柜上，你有空回家签一下，以后没人会无理取闹了。我摸着仍旧鼓起但空荡荡的肚子，表情冰冷。电话那头的周琦明显愣了一瞬，他讽刺道：“你还没完没了，每次都用离婚威胁我，这么想离，那就离吧，你可别过几天又哭哭啼啼的求我复合。”说完，周琦挂断了电话。我再打过去，已经被拉黑了。无碍，他不签字，我还可以起诉他，有的是办法。总之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我拿着行李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却迎面碰上了周琦的妈妈。她拖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看到我眼睛亮了亮。珊珊呐，妈想着你预产期剩没几天了，就先过来照顾你了。这是老家自己养的土鸡，可有营养了。你说到一半，他看到我手上拿着的行李，顿住了，接着疑惑道：“你这是干嘛？”我还没开口，周琦就出现了，看起来很是着急的样子。是急着回来签离婚协议的吗？他看到行李，连忙拉着我的手，开口道：“你别生气，白天的事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当着员工的面前那样说你，就这点事，你没必要跟我闹离婚吧？”说着说着，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看向了我的肚子，还有不到1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，你这时候闹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见我不说话，他又继续说：“小雅她就是小孩子脾气，我每天上班真的很辛苦，你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成天和他较劲什么？不说这个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好好对你，好好对我们的孩子。快把行李放回去。”周琦拉着我的手就往前走，但是怎么拉我都拉不动，他这才回头注视我。我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老公，微微叹了口气：“不需要了，婚是要离的，孩子你也不配有，想要你去跟你的江秋雅生吧。”周琦蹙起眉头，开口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别胡说八道！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就不能要了？那里面流着我一半的血呢，亏他还知道那是他的孩子啊！”我眼泪忍不加，在眼眶里打转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宝宝没了，我千辛万苦求了几年，怀了9个多月的宝宝死了。他死的那天，你正在陪江秋雅过生日啊！就因为你没有来签字，抢救不及时，导致宝宝死了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却挂我扰了你宝贝秋雅的清静，你都忘了吗？”周琦怕他还是不信，我将医院的报告单甩在了他的面前。看完，周琦如遭重击，整个人晃了一下，他用手扶着墙，还是摔在了地上。他静默看了那报告单，没有说话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婆婆突然冲上前，重重给了我一巴掌，疯了似的喊道：“你还我孙子，把孙子还给我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，你能做什么？真不知道当初我儿子看上你什么了？结婚那么多年才怀孕，结果还保不住，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我的孙子啊，你赶紧把身体养好，再生一个。”他的手掌一下接一下地打在我身上，我疼得直冒冷汗。刚结婚那会儿，婆婆对我还算好，直到婚后几年我都没有怀孕，她的态度就变了，天天各种嫌弃，撺掇周琦跟我离婚。只是那时候周琦是爱我的，会帮我拦下他母亲的指责。直到今年怀孕了，婆婆的态度又变了，隔三差五的给我送好吃的不说，待我也如亲闺女一般，好到我差点忘了她先前对我的坏。呵呵，这就是我当初给自己选的婆家呀，真是没眼光。
身上传来阵阵痛感，我忍不住用力将他推开，忍不住冲他吼起来：歇斯底里！你儿子不来给我签语，这才耽误了手术。我躺在旧手术台上九死一生的时候，他在陪别的女人睡觉。害死你孙子的人是你儿子，不是我，你凭什么来怪我？哦，对了，有个好消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江秋雅回来了，她肯定很愿意为你们家生孩子，你还是可以当奶奶的。总之，这个孩子谁爱生谁去生，我是绝对不会再生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叶珊珊和你们家再无瓜葛。看着坐在地上还有吵闹的婆婆，我突然一阵烦躁，忍着不是对周琦说：协议签完，寄给我律师就行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好像突然就认清了现实。这几年，我都活在了自己编织的美梦里，以为周琦爱我，以为家庭幸福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周琦不爱我，不是不够爱，是根本就不爱。离家后，我转身就去了附近的酒店。意外的是，周琦没有拦我。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不拦我了。刚将卡递给前台，就被告知卡受限了，用不了。创业初期，我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周琦。后来有钱了，我用的都是他的副卡。难怪他不害怕我离开，原来他早就有所动作。身上只有几百现金，我拖着行李，想着在附近找家小旅馆住的时候，没想到碰到了秦朝阳。他是我的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很好。可自从我结婚后，我们俩就渐行渐远了。他去了国外，连我的婚礼都没来参加。看到我这副样子，他满脸的恨铁不成钢。将我安顿在酒店顶楼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家酒店是他的。开行李箱的时候，我的手不小心被装饰物刮了一下，流血了，但好在不严重。但秦朝阳却一脸紧张的要去找医药箱，我拉住他：没事，都快愈合了。你的手可是金疙瘩，你就不能爱惜着点？你看看那些钢琴家，每天恨不得取下来放在保险柜里，生怕受到一点损伤。他紧张兮兮地说道。我才想起来，曾经的我是学钢琴的，且琴艺十分了得。可婚后一心扑在周琦身上，渐渐的也就丢失了自我。许是因为爸妈不在，身边又没一个朋友，遇到秦朝阳，那些委屈就都涌了上来。和他聊起近况，我像是开了闸的洪水，说个不停。说到最后，我才告诉他最近在和周琦闹离婚的事。他的神色一正，眼里满是心疼。珊珊，你是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我点了点头。他忍不住骂道：你早就该离了，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同意，想劝你，又怕你觉得我多管闲事。他这种虚伪的男人就该早早抛掉。我鼻头一酸，没想到吧，我那么的没出息，这样一段不堪又屈辱的婚姻，我居然隐忍了8年。你已经很勇敢了，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和条件及时抽身。只要你想明白了，现在还不算晚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折腾一晚上，有些累了。我提了离婚，但他好像不同意，协议现在还没签。秦朝阳落落大方地和我握手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是真心想要离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会把你失去的以另一种方式讨回来。他的这句话让我强忍着的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。面对周琦的恶语重伤，我可以假装坚强，但秦朝阳的这一点点的安慰和温暖就能让我潸然泪下。我忍不住的嚎啕大哭，好像是要哭尽这些年的委屈。秦朝阳很有分寸，这期间他没有再说安慰我的话，直到我宣泄完情绪，才给我递来纸巾。目光交织那一刻，我和他好像都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，
也因为他，这天晚上我久违地睡了个好觉。1周后，我在医院检查身体恢复情况，却撞见周琦陪着江秋雅从妇产科迎面走来。看到我，他的神色瞬时变得慌乱，很快就走到我的面前问我：“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没有直面回答，而是反问他：“离婚协议签好了没有？”我是不会答应离婚了。如果闹够了就回来，我可以陪你养好身体，孩子也还会再有的。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他面色铁青地说道，即使双眼布满血丝，也依旧高高在上。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早就该落在他的脸上了。周琦难以相信我竟然会对他动手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你陪着他从妇产科走出来，却让我好好养身体，你哪来的脸跟我说这话？我指着江秋雅说道：“周琦，从你为了江秋雅害死我们的孩子那一刻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都向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你为什么要一直揪着这点不放？”他的语气有些激动。我冷笑：“难道你想让江秋雅当一辈子的小三？”江秋雅还想来拉扯顾其年的胳膊，被他一把推开。周琦步步紧逼，带着强烈的压迫感。若换做以前，我定会被他这气势给吓到。但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了。我将随身携带的备份离婚协议书一股脑砸在周琦脸上。这婚我是离定了，你要是不愿意签字，那我们就法院见。我转身离开时，还听到了周琦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铁了心要跟我离婚，我倒要看看离开我你要怎么活！哼，怎么活也都比在他身边忍受着羞辱打压，等他施舍残羹冷炙要强。”我也没有着急找工作，卖掉了周琦以前给我买的包，而秦朝阳也让我安心住在他的酒店里，生活暂时有了保障。我沉下心来，专心致志和周琦打离婚官司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，我都要争回来。这段时间，秦朝阳一直都陪在我身边，他总是在每个清晨同我一起出门，带着他的相机，跟在我后面边走边拍摄。有时候我走出很远，他还停住在原地，我便停下来等他。而我那颗死寂了许久的心脏，也总是突然重重跳了一个节拍，片刻后又恢复如常。只是这看似平静的水面，还是激起了波澜。我和秦朝阳在酒店被人拍了照片，传到了网上。照片的角度找到很奇妙，秦朝阳站在我的身后，拍起来却像是把我抱进了怀里一样。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所有人都在骂我是个不三不四的女人，出轨一类的污秽词语全都往我身上砸。就连周琦也来找了我几次，都被我躲掉了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周琦会出来发声。他在社交媒体声泪俱下地哭诉着，前段时间他突然要跟我提出了离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用离家出走来逼我。我以为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怎么也没想到他是有了新欢。周琦这副颠倒黑白的操作给我整得发懵。我以为照片的事情是意外，现在看来是他一手操作。我没有立马做出回应，因为经过这些天的努力，我和秦朝阳收集了周琦出轨的证据。况且想要自证我们的清白并不难，酒店处处是监控，调出来就能压下这些风波。我要的是让周琦从高处坠落。我从周琦的世界里消失了1个月，这个月里我没有刻意去关注他和江秋雅怎么样了，但我很清楚他们的发展走向应该跟我一开始预估的没有任何偏差。舆论偏向他们这对狗男女，表面上扮演着受害者的形象，实际上是暗地里互相苟且。再次见到周琦，
是在股东大会上。当初周琦创办这个公司，我投入了所有资产，占了50%的股份。如今周琦这招利用舆论泼我脏水，何尝不是也给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？所以这场股东大会是针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更替所开的。作为股东的我必须现身。他在会议上看到容光焕发的我出现的时候，原本垂头丧气的眼睛立刻就亮了。珊珊，你终于肯出现了。但在看到我身边的秦朝阳，他的脸色立马变了，质问道：他为什么会在这？难道你们两个真有一腿？他是以反问的形式在问我，所以他是知道我和秦朝阳是清白的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污蔑。我没有理会他，直接坐上了会议室的主位，将手上的资料证据甩在了桌上。各位，这些都是周琦出轨的证据，还有他栽赃陷害我的细节都在这里面。明天我会将这些东西都上传到网上。如果各位真的为公司着想，就应该明白今天的首席执行官该选谁，大伙应该清楚吧？众人翻阅着手上的东西，看着看着开始窃窃私语，交头接耳。站在我身后的秦朝阳很合时宜地清了清嗓子：诸位对于叶珊珊女士出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位有任何异议吗？没有股东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事到如今谁不愿意都不好使。很好，那么从即日起由叶珊珊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举措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。周琦显然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我都走到门口了，他才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冲到我的面前：叶珊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就凭你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？他近乎呆傻机械地抬头看向我，眼神是懵懂的。我瞬间笑弯了眼，心情颇好，跟他说话的耐心也多了不少。你在网上怎么编排我的？你忘了吗？我只是拿走了你的钱而已，又不是害了你的宝贝心肝江秋雅，有必要这么看着我吗？还有，我这个人并不善解人意，相反，我睚眦必报呢。你让我一个人在手术室里等死，你凭什么认为在你害死我的孩子婚内出轨后，我会见到祝福你们这种渣男贱女呢？我现在拿走你的一切，也算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了。我说完，没再给周琦开口的机会，起身离开。虽然将周琦挤下了股东层，我也没有就此放过他。开完会的第二天，我就将手上的证据全发到了网上，亲自揭开了周琦的假面。舆论一下子反转，先前替周琦讨伐我的网友，现在清一色全跑去骂周琦和江秋雅，两人一下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之后连续好几天，周琦不是在公司堵我，就是找到我的住宿去等我。最后一次碰到他，是我刚出差回来，他在机场等我，他的态度缓和了许多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，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聊聊。珊珊，就算要告别，也该好好坐下来谈一谈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说句话了。自从江秋雅出现后，我们就再也没一起好好说过话。我犹豫了会，跟秦朝阳商量后，最终还是决定和周琦聊聊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不见，他看上去憔悴了不少，许是来得匆忙，竟连胡茬都没有剃干净，衣服也有好几处添了褶皱。这不是我印象中周琦会有的模样。他看着我，也不说话，空气中一阵静默。只是不知为何，他的眼底少了曾经的神采奕奕。珊珊，我不想离婚。我放下手中的水，顿了一下反问：为什么？因为我还爱你，所以我不想和你离婚。他突然伸手握住我的手，
拿着我的手甩在自己的脸上。你打我吧，打死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怎么打我我都认，但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？我跟江秋雅只是玩玩而已，就算是离婚我也不会娶她的。我们已经8年了，8年，你忍心就这样拆散我们的家庭吗？突然一阵犯恶，我将手抽了出来，垂眸反问：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拆散了这个家？他被噎住了，随后又握住我的手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珊珊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，我也相信你是爱我的。随后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礼盒，递到我面前。我们结婚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买了你最喜欢的手镯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，老婆？打开后，里面一个沉甸甸的古法手镯，这是我喜欢了很久的款式。当初他说以后有钱了就会给我买，可后来发达了他也没买，我以为他是忘记了，现在看了他不是忘记了，而是不想买。这婚我不可能不离。周琦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当我命悬一线的时，你在抱着别的女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我转头看向街边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在相爱的时候，我愿意为周琦付出一切，可是我们的爱情早已在他一次次背叛、一次次等待中耗尽了。我给了他无数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不爱了。珊珊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爱你？我承认我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去改正啊。周琦依旧声泪俱下地说着，他还是不愿意给自己留个体面。我走的时候，把离婚协议书放在了周琦面前，他对着面前离婚协议书发了好久的呆，然后眼泪一滴滴地落了下来。至于这几滴眼泪是发自真心还是为了演戏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半个月后，周琦最后还是同意了离婚。从法院走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刚到车边，江秋雅就迎面撞了上来，只是她还没跑到我面前，就被周琦给拦住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周琦，你离婚了，那能娶我了吗？你答应要给我的500万还没转给我呢。啪！周琦一个巴掌直接甩在了他的脸上。滚！谁说要娶你的？你拆散了我的家庭不说，还想要钱？想到倒是美。两人在我身后纠缠，我听着有些心烦，开了车门疾驰而去。秦朝阳在公寓里给我准备了豪华大餐，庆祝单身。我开着车一路疾驰，微风吹在身上，微凉且舒适。看着漫天的夕阳，我想我的未来会是一片光亮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